再接下来查旬空，我们查完动化退，原来表上除了有动化退、动化进之外，还有动化回头生、回头克、回头泄、回头耗。因为回头生、回头克、回头泄、回头耗太简单了，一看就可以看出来。后来在表上把它删掉了，只剩下动化进和动化退。大家看看表格上是不是有个动化进、动化退？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动化进、动化退，无论是吉事还是凶事，它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我刚才讲的，除此之外都有办法做一点化解。这个自身动摇和化摇之间的这种变化很难化解，因为是你自身的原因，外界没办法干预。再接下来是查这个旬空，旬空大家都清楚了吧？有没有人不清楚旬空是什么？线上呢有一个学员是美云哈，美云问有旬空有没有月空？有没有月空？没有月空哈。查旬空就是简称空，月破就简称破。实际上月破实际上就是月冲，所以说有月冲，它一定有日冲。冲嘛，月冲就最糟糕，那还有日冲，日来冲我就是日冲，月来冲我叫月破，那日来冲我就是日破嘛。但空只有在日程里面有空这一说。空见地支旬空表，你看地支旬空表就这个表格，比如说你占卦的日子是这个日子，那么它就是生有空，空在这里，就是你根据你占卦的那一天的日程来定你的空是哪一个空。就是如果是丙子日占卦，那么生和酉就是你卦当中有生和酉的，你的六爻本卦六爻和支卦的化爻有生和酉的，它都是空。空是什么意思？比如说你占婚姻，比如说一个男孩子占婚姻，这个七财或者说应爻空，没人跟你谈恋爱。或者说你现在有一个女的正跟你在结束，你想摸摸她的底细，她空，就是她人可能会出现，但她心完全不在你的身上。这孩子的学业也是啊，他出现在空，就他的心思完全没有在学习上，他人在学，每天都在写作业，是不是？他空啊，空就是他神不在，请假了，就是他的元神请假了，人在，你都看得见，他天天都在那里，但空了。空有很多很多的内涵，我们接下来就慢慢讲。反正空是非常重要的，空是非常重要的。查题的时候一定要把空勾出来，勾得清清楚楚的，这就是空。这个月破也是这样，就这个表。我们现在在卯月，比如说你这2年占卦，你如果碰到酉，那就死了，你月冲你就死了。比如说看病你世爻你是酉金，然后逢冲啊，如果是近病，很近的才发生的病，逢冲好了，很快就好了。那如果是久病，很久的病，好几年的病，逢冲就死了。逢月冲，月冲是非常厉害的，就是一个爻或者是一个用神是被月冲，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，一定要查出来。怎么查空破？据日程查空，据月见查破。一定是据日程查空，据月见查破。注意，此月见日程指生辰时月日及起卦当天之月见和日程。这个空破啊，是根据起卦当天的月见和日程来查空破。第一条查动化退、动化进，第2条实际上是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，就是空破。空破就是要把每一个空的或者破的爻，你要知道哪一个是空的，哪一个是破的。然后呢，空有3种，本卦中动爻空称为动空，本卦中静爻空称为静空，还有动化空。实际上一个爻动静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嘛，一个空，一个动化空，一个化爻空，化爻化出来的爻是空的。然后呢，破有3种，叫动破、静破和动化破，就是化爻破，实际上就是动化破，就是化爻破。化爻破有时候也是很糟糕的一种情况，就是你画出来的结果不行。本卦6爻空破皆需查，支卦6爻指化爻空破要查。支卦6爻，支卦也是6爻，那我们只要查化爻，其他的没必要查，其他的不需要查。举例，起卦当日月见为卯，起卦当日月见为卯，这2天就是卯啊，这2天是不是卯？然后日程为乙丑，那么据日程查空，你看日程为乙丑，查空怎么查？日程为乙丑啊，查空怎么查？乙丑在哪里？乙丑是不是在这里？乙丑找到了吧？我们讲的卯月日程为乙丑，
那么乙丑在这里找到了，那么它空是什么空？就是虚亥空。虚亥空就是它卦里面本卦里面或者说支卦里面的化爻，只要是虚和亥这两个地支，它都是空的。我们要把它标出来，空在哪个位置？空也有可能是好事，也有可能是好事。刚才说的，如果近病，如果是刚刚生病，空就意味着很快就会好。然后再根据月见查破，看地支月破表，卯月嘛，卯月刚才说的，卯月就是有破，卯月有破就是你把酉金这个地支给它找出来，它是破的。